30号，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仲裁将生效。28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开启访华。31号，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菲佐也将访华。那么，在中欧关系的紧要关头之际，欧洲多国领导人陆续来华访问，释放何种信号？ 在北京的第一天，芬兰总统斯图布携夫人一同游览故宫博物院，并合影留念。他还将游览的照片发布在社交平台。在北京期间，斯图布行程紧凑，除了参加清华大学与芬兰应用科技大学的新项目启动仪式，还出席了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会议。 31号，他将转往上海，期间将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参加商业论坛。外界注意到，这是时隔5年后，芬兰总统再次访华，也是斯图布今年3月就职后首次访华，分别是芬兰气候和环境部长、农林部长和外交部长，还有议员和议会对华友好小组主席与副主席等。 此外，还包括商界大佬，包括诺基亚、维萨拉、芬欧汇川等长期在华经营的大企业，还包括能源和环境技术公司奥林。芬兰晚间新闻评论称，中国是芬兰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北京芬兰商会会长尤哈托米宁表示，中国是芬兰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我们呢是芬兰在亚洲地区的第1大贸易伙伴。那么实际上，自2023年起呢，中芬双边合作的这个协议的前期框架已经到期了。那么此次芬兰总统访华呢，中芬双方的下一步的具体合作计划进行进一步的商讨。 深圳卫视注意到，斯图布访华的日子选择也颇具深意。他抵达北京当天，正是中芬建交74周年纪念日。芬兰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创下多个第一。芬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并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首个与新中国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中国连续多年成为芬兰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芬兰是中国在北欧地区的第3大贸易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芬兰企业诺基亚是最早进入中国手机通讯市场的外企之一，而十分流行的游戏《愤怒的小鸟》也由一家芬兰企业开发。分析认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和产业体系完备的优势，而芬兰综合竞争力强、技术水平先进，中芬两国互为投资兴业的理想目的地。而在当前，新能源产业合作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月4号，欧委会对华电动车加税的投票中，芬兰投了弃权票。芬兰是欧洲电动车上牌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预计到明年，该国有42%的上路汽车为电动车。该国制造业在智能电网和电动车充电设施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芬兰还成为欧洲电动汽车电池市场的关键角色，吸引了众多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投资。 根据此前报道，中国领先电池材料制造商杉杉股份计划在芬兰投资将近13亿欧元，建设欧洲最大的动力电池材料工厂。中芬政府间新能源合作项目也不断落地，仅2022年的第2批项目就批准了5个示范项目。 芬兰方面一直以来也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芬兰方面历来呢是主张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那么在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的大背景下，芬兰也是我们维护国际秩序、维护开放经济的重要伙伴力量。 中欧电动车关税紧张磋商之际，欧洲国家政要密集访华，掀起一个外交小高潮。继芬兰总统斯图布之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菲佐也将于10月31号至11月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界注意到，菲佐自去年上台后就不断推动对华合作。他原计划今年6月访华，但因5月中旬遭遇刺杀事件而推迟。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欧委会的对华电动车关税投票中，斯洛伐克投下反对票。他选择在欧方仲裁措施生效的次日来华访问，释放出清晰的信号。 肯定，那么这个欧盟此次的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是其重要考量之一。如若中欧双方在最终期限之前能够顺利达成和解，那么菲佐此次访华呢，势必将为中斯的双边合作带来重大利好。但是如果欧方呢最终宣布将对于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额外关税的话，那么斯洛伐克作为明确的反对方，菲佐也希望能够借此访问呢，希望能够进一步与中方之间增信事宜，不要中斯之间的双边关系不要因为欧盟的决策受到损害。
鲜为人知的是，斯洛伐克是欧盟内重要的汽车产业大国之一，近年来也面临新能源化转型的压力，吸引了一些中国电动车企业赴当地投资。费佐曾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当地建设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和电动汽车组装厂。观察指出，中国与欧方一边磋商关税，一边接待双方高官的互访，这显示了中欧关系的特殊性和成熟性。目前谈判遇到压力，虽然并非中方所乐见，但客观上也为双方更多接触创造了条件。中欧之间每分钟有150万美元的贸易往来，欧方跟随美国所谓去风险，实际上是去机遇，欧方需要更自主。欧洲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展现出与欧委会不同的姿态，就很能说明问题。欧洲多国政要呢相继访华，那么足以显示欧洲各方呢发展对华关系以及深化对华合作的积极意愿。那么我们也希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高层互访的引领，能够进一步推动中欧关系企稳向好，并且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因素。美国财政部28号发布公告，公布针对美国个人和公司投资中国先进技术的限制，主要涉及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3大领域，涵盖香港和澳门特区。拜登政府在任期倒计时之际出台新的小院高墙禁令，是否企图留下所谓的政治遗产？美国资本市场对此又有何反应？来看报道。美国财政部官网显示，新规旨在防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被用来帮助中国开发可能获得军事优势的关键技术。新规要求美方人员在与中国进行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时必须通报。新规的最终版框架将于1月2号生效。最终的这份框架酝酿了许久。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8月的时候签署了一项行政令，限制美方对中国先进技术的投资。美国财政部根据这项行政令，于今年6月提出规则草案。香港南华早报指出，最终版本的规则是在11月5号美国大选日的前一周发布的。观察认为，这可被视为一种脱钩断链的选举宣示，却是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的。实际上，在美国财政部这份新规之前，美国总统拜登还于10月24号签署了一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备忘录，主要指导的对象是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要求他们加大美国的优势，而减少中国等对手国家的优势。有分析认为，拜登执政期间对华实施小院高墙围堵打压，这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备忘录被外界视为他的政治遗产之一。实际上，拜登政府一直把与中国的科技竞争视为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最重要的一个点。过去4年的执政当中啊，希望把它形成一个机制化，然后在很多政府部门都专门安排了这样一个叫做新兴科技办公室。他在执政即将结束之际啊，推出这个新规啊，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在贯彻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这样一个总体战略。美方对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3大领域实施严格管控。美国财政部认为，这3大技术是下一代军事、网络安全、监控和情报应用的核心，因此美国必须阻止投资。这被认为是金融战的小院高墙版。具体而言，收购相关中国企业的股份和成立合资企业将受到限制。美国投资公司向中国尖端半导体企业出资，美国企业在中国购买土地、建设量子技术研究设施等情况也属于限制对象。而且，即便是投资传统半导体产业，并不涉及尖端技术研发，也需要向美国财政部通报。这也进一步提升了美方投资中国相关产业的合规成本。如果违反规则，美方人员将受到最高36万美元或相关禁止交易价值2倍的罚款。新规涵盖的范围非常宽泛，有业界人士认为，这实际上加强了美国政府的所谓解释权。在白宫国安会就此举行的背景说明会上，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新规涵盖的交易适用于美国人员收购股权或某些债务融资、某些新建投资，或可能导致公司扩展和合资的投资。这样的模糊语言实际上对美国资本参与中国新技术研发进行了一刀切。为了进一步进行高压监管，美国财政部还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名为全球交易办公室。这一名字将美方长臂管辖、霸权主义思维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主要职责就是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幌子，加大审查力度。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美国的投资人去投资中国的科技，去投资中国的新兴的产业的话，实际上是非常违背这个
非常逆人性的一种措施。现在的资本确实是全球流动，而且对于很多资本的这个监管也不是那么容易到位的。如果或者说共和党执政的话，它是小政府，它是要砍掉这些冗余的部门，所以到时候它未必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来支持它。其实受到最新禁令影响的主要是美方自身人员。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以推动该公司人工智能发展的一项计划，可能属于该规则的管辖范围。不只是特斯拉，去年2月，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了一份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海外投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至2021年间，共有167名美国投资者参与了401笔与中国有关的投资交易，涉及251家中国 AI 公司。这些交易总额为402亿美元，占所有中国 AI 公司筹集的1100亿美元的37%。从科技业的投资惯例来看，其规则十分明确，尤其是针对独角兽及由潜在的高价值的初创企业的投资，通常十分透明。简单而言，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投资股票等资产，但科技投资者直接投资这些企业。而且从投资方式看，美国投资者一般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与中国或其他的外国投资者一起参与交易。91%的投资发生在风险投资阶段，集中于天使轮、种子轮。这些投资给美国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但现在的美国政府警告他们，其中的许多风投将知识和技术转移到中国 AI 公司，这可能在长期内帮助中国在关键战略技术上追赶甚至超越美国。深圳卫视注意到，发布报告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虽然是一个隶属于高校的民间智库，但它的官方色彩非常浓厚。它成立于2019年1月，总部位于乔治敦大学乌尔什外交学院。研究人员均为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界、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的专家，拥有丰富的情报和运营经验。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酝酿的一系列投资禁令，从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方一直反对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名义，使用行政手段干涉资金、技术流通的做法。在2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对美方发布的对华投资限制规则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了交涉，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去跟美国的战略界谈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美国的战略界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动向就过去一直谈的是跟中国战略竞争，但是最近呢，他们已经开始认为这样一种竞争的方法可能会影响美国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现在在谈的是跟中国共存。那么如果要跟中国共存，你就不能够搞得这样你死我活。我认为应该去跟美国那些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智库的战略的这个研究员呢，去进行多多的沟通，要去争取美国未来把这个投资禁令的口子给打开。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时间28号深夜，美股市场3大指数集体高开，其中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表现强势，开盘后就直线拉升，这显示了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强烈兴趣，也印证了中国资产的价值回归。这也拉动当天 A 股走强，成交放大至逾1.9万亿元，单日近300股涨停。拜登政府敲定对中国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投资限制，那么拜登为何在下台前夕还要损害中美关系呢？主持人好，拜登在下台前继续损害中美关系呢，是不得人心的，也意味着中美科技战再升温。他之所以在下台前对中国的半导体、微电子、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下了投资限令，就是要把扩大的对华科技战呢圈定下来，给继任者设卡，让继任者难以改变。这也显示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调。以前呢，鼓吹的是在经贸上脱钩断链。在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叫苦不迭以后拜登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可以用脱钩但不断链来形容。脱钩呢是指科技脱钩，美国呢要在高新技术和未来上设卡中国的脖子，遏制中国的竞争力。高端芯片、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就是中美科技竞争的焦点，决定着谁将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而不断链呢，则是指中美一般的贸易，比如说家用电器、服装鞋帽、机械工具等等。美国的禁令呢，不允许美国的个人和企业在所列的几项关键技术上投资。虽说呢是限于军事和安全领域，但实际上呢是全面禁止。
既不能给中国提供相关的技术，也不能在相关领域投资。目的呢，就是让中国在芯片制造和人工智能等方面永远赶不上美国。美国限令呢，也会伤害美国的企业，可能影响马斯克在中国设立数据中心的计划。今年5月呢，马斯克计划使用中国境内的数据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系统。那么，对于美国的投资限令呢，中国已经表示了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知道呢，中国在芯片制造上掌握着关键材料和提炼技术，比如说锗、钾、锑等等，限量出口可能呢会成为反制手段。拜登政府的限令呢，只会刺激中国企业奋发图强，在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上努力的突破。这次美国对华3项技术限令为何特别强调包括港澳？那么对港澳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将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美国之所以强调投资限令的范围包括港澳，就是说呀，港澳地区也不能获得相关的技术，美国投资者也不能通过香港的投资渠道对中国的有关企业投资，这样呢，就完全切断了中国获得这些技术的渠道。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取消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实际上呢，接受了香港有别于中国内地的关税待遇。所以呢，这一次强调包括港澳地区，但是呢，这种做法呀，会伤害美国和港澳地区的贸易关系，特别是呢，是与香港的贸易关系。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已经做出了回应，强烈反对美国因政治利益而以各种借口刻意针对国家及香港特区，破坏正常的投资贸易活动，破坏自由市场和经济秩序，美国将自食其果。香港方面呢，算了一笔账，说2023年香港和美国的贸易额是603亿美元，美国呢是香港第3大贸易伙伴，香港呢是美国第27大贸易伙伴。在过去10年呢，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715亿美元，是其全球伙伴中最高的。这说明呢，香港和美国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互动，美国企业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美国的限令把港澳地区包括进去，那美国企业呢将受到较大的损失。特区政府把此举呢定性为损害他人，以损害美国企业的政治操作。美国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以后啊，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就下降了，幅度还比较大。2019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是261亿美元，2020年贸易顺差呢就是160亿美元，跌幅达到39%。所以啊，美国呢得好好想想，这样瞎整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全线焦灼之下，俄乌战事即将进入第3个冬天，双方攻防有何变化？那么另一方面，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开始正式访问俄罗斯，在当前西方持续炒作朝兵入俄的背景下，释放了何种信号？来看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韩国及美西方达配合，高调炒作朝兵入俄的传言。朝俄均否认过相关说法。朝鲜驻纽约联合国代表近日还表示，有关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当地时间28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再次公开炒作，声称已证实朝鲜已派兵协助俄罗斯，并或将派遣到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地区。吕特还警告称，相关事件或代表着俄乌冲突的重大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吕特当天与韩国情报机构、军方以及外交高官组成的韩方代表团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了相关议题。美国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朝鲜参战，美国不会限制乌克兰动用美国武器针对朝鲜军队。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乌克兰方面曾多次要求美欧盟友解除对其远程武器的使用限制，以攻击俄领土纵深目标，但并未得到直接回应，被认为是美西方不愿意过度深陷俄乌战事的直接体现。乌方也将库尔斯克行动的失利归结于此。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份声明中，就对西方盟友未能解除使用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表示不满。有观察指，美方首次将相关限制条件摆上台面，对外释放强烈信号。在这一敏感时刻，朝鲜外务相崔善基28号宣布启程前往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外界注意到，这是朝鲜外务相6周内第2次访问俄罗斯。
俄驻朝大使馆指出，朝鲜外务相在战略对话框架内展开俄罗斯之行。在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对平壤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加强战略对话的协议。日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批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第8条规定，双方应建立联合行动机制，加强防御能力，以防止战争，确保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本月25号，朝鲜外务省首次正面回应朝鲜向俄罗斯派兵。声明称，朝鲜外务省不直接干预朝鲜国防省的行为，对于此事也没有必要另行确认。这本身是美欧现在对俄罗斯信息战、舆论战的一部分，现在正好处在俄乌战场发展的一个关键期。不管是乌克兰去进军库尔斯克，还是说俄罗斯呢在乌东地区的这种战事的推进，双方呢在僵持的过程当中，的确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话题和议题呢来去做多方位的一些施加压力。从整体的局面来看呢，俄乌的战场是处在一个僵持的状态。那么俄罗斯跟美国跟欧盟呢，双方正围绕着俄乌战场的局势呢进行多轮的一些博弈，而且这种博弈啊。除了有涉及第三方的一些议题之外，还有像粮食啊、能源呀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议题。当地时间27号，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启，这也是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身亡后，有关各方的高级别代表首次就加沙停火进行会谈。不过，哈马斯方面没有派代表出席。另一方面，有消息称，以色列可能将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中东的报复性循环打击为何难以化解？来看分析。当地时间10月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暂停。相关方在为期2天的会谈中，就斡旋方提出几项协议方案进行商讨，并取得了进展。据悉，卡塔尔、埃及、美国、以色列4方代表进行了密集会谈。有消息透露，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提出一份为期28天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方案，并要求哈马斯释放8名以方被扣押人员，以色列则释放数十名在押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证实了这次会谈，并预告未来几天斡旋方将与哈马斯方面举行会谈。令各方担忧的是，以色列议会28号通过2项法案，禁止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明年在以色列开展任何活动或提供任何服务，同时禁止以色列与近东救济工程处进行任何官方接触。成立于1949年的近东救济工程处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以色列一直称该机构在加沙地带的工作人员中有人与恐怖组织有联系，不过以色列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一说法。法案起草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员博阿兹·比斯穆特甚至将近东救济工程处与哈马斯画上等号。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新通过的法案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以色列根据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也谴责以色列这一决定违反国际法。爱尔兰、挪威、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等多国纷纷发出批评声音。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称，拜登总统对这些法案深感忧虑。他还警告称，以方这一做法恐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现在以色列对于工程处的相关的这种指控和对于它的一种行动上的限制，和以色列此前在加沙北部地区进行的所谓的将军计划是有异曲同工的，就是要彻底的困死这个哈马斯在于加沙地带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存在。但是这样的做法呢，从之前的经验我们来看到，可能很难能够达到以色列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一旦工程处的这种履职受到障碍，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的恶化，而以色列在军事上可能并不会从这样的一个维度上能够获得任何的这种补益。多线开战的以色列仍未停止与黎巴嫩的互相轰炸。有美媒发表分析文章指，现在的以色列显然在中东处于主导地位，在多个战线全面开火，美国则已变成配角。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何避免中东地区出现不幸的区域战争，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提出计划，更谈不上落实。
在以色列26号对伊朗展开3轮精准和定点打击后，以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称，以色列选择袭击伊朗的目标是基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而非美国的指令。以色列现在和将来都遵循这一原则，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内塔尼亚胡希望淡化美国对以方行动具有影响力的表现。美国其实在中东之外，对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让以色列失去自主决策权。而且呢，我们能够看到，过去这几年，特别是从2022年开始，整一个中东呢实现了一波和解潮。那这种和解潮之下呢，其实，对于美国继续在中东施加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没有太多空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以色列必须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战略自主权，才能够确保在这么复杂的中东继续生存下去。有消息就指，以色列的部长们已被明确告知，该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第2轮袭击。报道称，这些袭击将是对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住所的报复。我认为，伊朗不会对以色列进行非常近期的一种螺旋式的这种报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限的对于以色列的回击，但不是来自于伊朗本土，而是来自于以色列周边的这些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和这个军事代理组织，比如说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啊，还有这个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伊朗呢，它肯定是继续握有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击以色列这样的主动权。我们看到以色列对伊朗的反报复行动已经过去3天了，然而伊以双方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成效仍然在各说各话。那对此您怎么看？我注意到伊朗国内媒体的普遍说法是，以军的打击所造成的损失相当有限，伊朗国内仍然是秩序井然。这显然是在为伊朗不会对以色列进行反报复制造舆论与统一步调。我认为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来自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说，对以色列的袭击不应夸大，也不应轻视。这里的不应轻视4个字可圈可点，它说明以色列的反报复行动的确是给伊朗的军事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内伤。而以色列方面对外透露的说法是，第一，以军在这次行动当中摧毁了伊朗所有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和远程探测雷达；第二，以军摧毁了首都德黑兰周围伊朗仅有的4套 S-300防空系统。当前的德黑兰已经处于了没有防空能力的状态。第三，以军已经摧毁了伊朗用于制造远程弹道导弹的固体能料的生产基地，而且2年内不能恢复。我认为，假如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属实，那也就意味着，一是在未来2到3年内，伊朗已经不具备远程打击以色列的能力了；二是原本已经处于不对称状态下的伊以两军的实力，已经彻底走向了失衡。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知道，中东地区博弈的本质，其实是美西方支持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跟俄罗斯支持的以伊朗、叙利亚为首的什叶派之间的2大集团的对抗。其中以色列使用的武器，尤其是远程打击能力和防空系统，都是由美西方提供的，而伊朗、叙利亚等国家的远程打击武器和防空系统，这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出动100多架战斗机，飞越部署了俄罗斯远程打击与防空系统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领空，对伊朗进行了打击。甚至有传言说，以色列出动的 F-35战斗机还在德黑兰上空盘旋了3个多小时，而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防空系统居然对此基本上毫无反应，并且让以色列这100多架远程奔袭的战斗机毫发无损地返回来了。那以色列这次对伊朗的反报复行动，又会对接下来的中东地区局势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呢？首先是对以色列国内政局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发生以后，内塔尼亚胡政权曾经是饱受国内民意的质疑，其执政地位一度岌岌可危。然而这1年多下来，在消灭哈马斯成建制的武装力量，把真主党打成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以及这次的反报复行动重创了伊朗之后，
不仅作为强硬保守派头目的内塔尼亚胡本人重新在以色列政坛站稳了脚跟，而且使得以色列国内的主战派处于一种斗志昂扬的状态。这样一种政治舆论氛围，将会为接下来以色列进一步打击伊朗，尤其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石油开采设施，甚至对伊朗高层进行斩首行动埋下了祸根。尤其是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假如是没有原则、不计后果和代价的支持以色列的特朗普当选了，那新一轮的中东战火将立马燃起。其实我曾经反复说过，以色列真正的野心是在通过5次中东战争彻底打服了以阿拉伯国家为首的中东逊尼派之后，这次的目标是要利用去年10月7号的袭击事件，彻底打服由什叶派伊朗组建的中东抵抗之湖。通过这1年多以来的大杀四方，以色列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中东小霸王形象，美国这是乐于见到以色列在中东称霸的局面出现，这样美国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将战略重心撤出中东了。在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反报复之后，伊朗国内对于要不要对以色列进行再一次的报复，也出现了2种不同的说法。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注意到，在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反报复之后，对于要不要对以色列进行新一轮的报复，伊朗国内不仅出现了2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国内强硬派与保守派在态度上的转变。主张要对以色列进行新一轮报复的，居然是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温和派。佩泽西奇扬及其领导下的外交部说，德黑兰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进行回应。相反，以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及其领导的伊朗军方，这似乎由原来的强硬派变成了温和派。哈梅内伊没有提报复2个字，伊朗军方则说，以色列的袭击只造成了轻微损失，伊朗已经修复了这些损失。那么，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和温和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错位表态的现象？我认为这就涉及到了伊朗国内敏感而微妙的政局了。我们知道，伊朗的军权牢牢地掌握在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手上，在是否要对以色列进行新一轮报复这件事情上，只有他说了才算。而以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温和派，此前一直被批评为对以色列过于软弱。在这种情况下，佩泽西奇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激进表态，并不会真的导致伊朗与以色列进行新一轮报复，但是这一表态却有助于温和派自身的政治安全。这些都意味着未来伊以关系的走向，不仅仅取决于以色列与伊朗国内强硬派的态度，同时还要取决于伊朗国内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博弈结果。而在我看来，经过这1年多以来的伊以博弈，伊朗的确是到了必须要从根子上反思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了。一是要慎重思考一下，在以伊两国军事实力彻底失衡的情况下，尤其是自己的小兄弟哈马斯、真主党与胡塞武装都已经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跟以色列的对抗还有没有胜算？二是要反思一下，连强大的逊尼派在经过5次中东战争之后，都选择了跟以色列和平共处，连人口不到中东1/10的什叶派，还有没有继续跟以色列缠斗下去的必要性？三是要彻底反思一下，是要继续追求自己的宗教理想，还是要追求现实的政治目标，也就是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神舟19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10月30号04时27分发射，飞行乘组3位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29号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锚定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正在全面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蔡旭哲担任执行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指令长，指令长的职责类似于航海活动中的船长。蔡旭哲曾执行过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返回地面后，时隔22个月再赴星辰之约，刷新了中国航天员重返太空最短用时纪录。一个是思想归零，一个是身体归零。
把每次飞行当成是自己的首飞，然后从头的去准备下一次的训练任务。出生于1990年的航天员王浩泽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前，她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样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有朝一日竟然能和成为航天员这样一个事搭上边儿。当时想到，竟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太宝贵了，我就报了名。并且这个机会太酷了。和王浩泽同岁的宋令东是一名航天驾驶员，他和王浩泽将一同成为空间站迎来的第一批90后航天员。祖国的强大给了我们90后，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机会，给了我们追梦圆梦的机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还介绍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最新进展，表示已经锚定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据介绍，第4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已完成，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2名载荷专家，其中2名载荷专家分别来自香港和澳门地区。载荷专家是到太空去进行各项专门科学实验和探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参与空间实验操作的航天员。李希强还介绍，中方与联合国外空司合作的首批应用项目正在轨开展实验，同时还在与有关国家推动实施更多联合实验研究，磋商选拔训练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的空间站，也是促进人类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我们随时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国际主流媒体高度关注中国探月工程。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在14次载人飞行任务中有8次是访问中国独立建造的天宫空间站。近日，印度表示，这将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的又一个里程碑。天宫空间站展示了中国不断增强的空间探索和研究能力。报道还特别关注乘组中的女性航天员王浩泽，指出她是继刘洋和王亚平之后第3位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中国女性。英国基尔大学天体物理学学者雅科范龙撰文介绍了中国宣布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月的目标。他认为，这对于一个在2003年首次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凡的发展轨迹。中国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运营空间站，并通过探月工程实现了多个重要的、具有挑战性的第一次。从月球表面，包括月球背面带回了样本，中国人已经测试了可能对人类着陆月球至关重要的技术。此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日前表示，该局正在同中方官员进行谈判，期待让美国科学家对中方取回的月壤样本开展研究。美国寻求加强与中国在太空问题上的沟通。美国媒体报道，也有美官员纠结，与中方合作可能会有损美国对华强硬姿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国政府对中美航天交流合作持开放态度，中方也欢迎世界各国参与研究月球样品，但美方似乎忘了沃尔夫条款等国内法的存在，不知道美国科学家和相关机构是否会被本国政府允许参与对华交流合作。沃尔夫条款于2011年首次列入国防与全财年延续拨款法案，此后一直被沿用。它规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机构未经授权不得与中国进行技术交流或联合科研，甚至中国科学家去美国出席学术会议也被禁止。14年来，美方仅批准过1次授权。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仅剩1周，各方展开最后的激烈冲刺。虽然美国舆论预计的所谓10月惊奇事件并未发生，但各类意外事件不断，各种带风向的和散布阴谋论的也很多。候选人们不敢掉以轻心，因为稍有不慎发言，可能就会影响最终的选情。大选投票日临近，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安保级别明显提升，白宫周围设置了安全围栏。一些人担心11月5号当天投票现场可能会发生拥挤等待等状况，而选择提前投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月28号，全美已有超过4400万名选民提前投票，其中邮寄和到票站投票的各占一半。而提前投票的站点目前遇到了一些干扰事件。
当地时间28号凌晨，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和华盛顿州温哥华附近各发生一起针对总统大选投票箱的纵火事件。警方担心投票箱纵火事件或将引发效仿。据报道，虽然投票箱都配备了灭火系统，但温哥华的投票箱灭火系统未能有效工作，导致数百张选票被烧毁。波特兰也有3张选票被烧毁。波特兰警方28号表示，一辆可疑汽车与这2起事件有关联。此外，警方还发现这2起事件也与本月8号的另一起选票纵火事件有关。当时，一个燃烧装置被放置在温哥华的另一个投票箱。We don't know the motive behind these acts. It sounds like a series of 3 at this point. But we do know that acts like this are targeted and they're intentional. And we're concerned about that intentional act trying to affect the election process. 近期，多家美国民调机构数据显示，哈里斯虽然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领先，但优势已经明显缩小。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易普所，这家公司的数据显示，哈里斯的支持率为46%，特朗普为43%，二人之间3个百分点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由于美国大选采取选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的规则，这意味着在更多的小地方以微弱优势取胜，实际上可能诞生隐形冠军。但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与全国性的普遍民调结果相反。比较经典的是2016年希拉里对阵特朗普，虽然特朗普赢了，但希拉里在全国的得票数量比特朗普还多出18万票。有美国媒体形容，本次大选之焦灼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之最。民主党大佬展现团结，前总统奥巴马夫人人气一直很高的米歇尔也首次为哈里斯站台。他对一些选民对哈里斯和特朗普采取双标的态度表示不满。If I'm a little frustrated that some of us are choosing to ignore Donald Trump's gross incompetence while asking Kamala to dazzle us at every turn. I hope that you'll forgive me if I'm a little angry that we are indifferent to his erratic behavior, his obvious mental decline, his history as a convicted felon, a known slumlord, a predator found liable for sexual abuse, all of this while we pick apart Kamala's answers from interviews that he doesn't even have the courage to do, y'all. 实际上，奥巴马被认为是哈里斯最终能顺利接棒拜登参选的重要幕后推手。米歇尔·奥巴马在最后关头为哈里斯辅选，对女性选民很有号召力。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老人家都选择提前投票，其中就包括本月初刚刚过完100岁生日的前总统卡特，他选择邮寄选票的方式，而拜登总统则选择在老家特拉华州赴票站投票。他的出现也引发记者们的围观，有记者现场就马斯克大手笔赞助特朗普发问。Sir, Elon Musk is handing out checks to unregistered voters to register. $1 million. Do you think that's legal conduct? Do you think that's election interference? 近日，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宣布向摇摆州选民每天提供100万美元的天价抽奖活动，并在造势活动现场发放支票，每每引发舆论轰动，也引起巨大争议，认为这是用金钱诱导选民，是变相的买选票。据报道，美国司法部已警告马斯克创建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涉嫌违反联邦法律，他正是通过后者发放这些奖金。根据美国法律，向他人支付报酬以引诱或奖励他们投票或登记属于联邦犯罪，可判处监禁。司法部印制的选举犯罪手册中表示，这项禁令不仅涵盖金钱支出，还包括任何有金钱价值的东西，甚至彩票等。但马斯克每天发放100万美元抽奖的活动博足了眼球，被认为是推高特朗普人气的重要因素，也给他自己旗下的社交媒体 X， 也就是此前的推特带来了滚滚流量。民主党阵营对此必须做出反击。拜登就揭老底称，马斯克在成为世界首富之前，曾以非法劳工身份在美国开启职业生涯。Well, that wealthiest man in the world turned out to be a legal worker here when he was here. Oh, I'm serious. He was supposed to be in school when he came on a student visa. He wasn't in school. He was violating the law. He's talking about all these illegals coming our way.
马斯克出生于南非，1995年因考入斯坦福大学而获得学生签证。但颇有争议的是，他其实并未入学，而是在开学仅2天后就致电校方表示放弃学业。其后在美国创业，如今已经是世界首富，身家超过2700亿美元。仅上周就因股票上涨而入账超过260亿美元。对于自己持学生签证创业违反美国签证法律的抨击，马斯克辩解称自己当年是获得批准在美国工作。27号，马斯克还在社交平台转发拜登攻击他的视频，还附上一句嘲讽意味很足的话。所以他现在开始关心非法移民问题了，并添加了2个笑哭的表情。特朗普强势建造美墨边境墙，拜登政府则一直被攻击在应对非法移民方面软弱。27号晚，自称纽约客的特朗普回到他的主场，非常豪气地租下了纽约曼哈顿中城最大活动场地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造势大会。马斯克及家人当天也现身，但更为罕见的是，特朗普妻子梅拉尼亚也出席这场造势活动，这是她在丈夫这次参选以来的首次。有网友注意到，台上特朗普激情演讲，台下马斯克带娃与梅拉尼亚同框。特朗普的2儿子埃里克表示，活动现场有2万观众，还有20万人聚集在场外。特朗普拉票的语言十分直接，他对着选民大喊：“哈里斯，你被解雇了。” Now the fate of our nation is in your hands. Next Tuesday, you have to stand up and you have to tell Kamala Harris that you've done a terrible job. Kamala, you're fired. Get out, get out. You're fired. 美国舆论认为，特朗普选择在纽约市而非摇摆州举行关键的一场造势活动是不走寻常路。值得一提的是，过去40年，更多纽约市选民都选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分析认为，纽约是美国的传媒业中心，也是特朗普的大本营，因此他有不走寻常路的本钱。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民调还显示，特朗普成功吸引到了年轻男性选民的支持，与哈里斯通过网络梗和流行文化吸引年轻女性选民形成鲜明对比。